是啊。警长，唐教授的情况都核实完了。他的学校确实接到了中国方面发来的邀请函，他请了1周的假，然后他和他夫人订的也确实是往返机票，回程是在6天后。他的研究方向大致是跟生物杀虫剂有关，不过具体文件的内容我看不太懂，看着感觉特别复杂，还是等你过来以后咱们再一起看吧。OK。然后调查吉拉语那边也有些收获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发现吉拉语果然做过亏心事，他原来风流成性，在清迈和苏可泰府都欠了不少的风流债，而且还有过女人因为他自杀。那些相关人员的资料都拿过来了吗？他们传给了我一部分，我现在正在打印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等你来了，应该就能看了。好啊，我这就过去。我手势你挂吧。那我挂了。我们走了，锅里还有海鲜粥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吃？回来见吧。要不然你早点回去吧。金玲，你也早点回去吧，起那么早，累了吧？景天有我们呢。好，果果，叔阿姨走。金玲，我们先进去了，等我们回来。那我也走了。通知小肖了吗？啊，我给他们发微信了，他们说会来机场接我的。嘿，他们对你啊比对我好多了，替我给他们带好。没问题。那你快走吧。嗯。哎，别忘了看田野上的圣甲虫。知道了。我走的这几天，你要好好的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知道你的心情，但你也要理解德啊。虽然刘太已经死了，但从各方面来看，目前他是最有嫌疑的一个人选。既有作案手段，作案时间，他和吉拉宇之间也有矛盾，尤其是作案工具是他的。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奇怪。别说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如果非要在这个范围让我选一个的话，我会选唐教授，也许还有他的夫人。不可能，那不就更奇怪了？你先听我说完。从作案的方式来说，他虽然不是搞蚂蚁专业的，但他毕竟是个昆虫学的教授，
掌握这种杀人的手段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困难。从作案的时间来说，现在唯一能提供他不在场证据的就是他夫人，但基本不足以采信。他和刘又是师生关系，他应该很了解平时刘的一些生活习惯。他跟吉拉雨算是熟人，如果在夜里他大摇大摆地去找吉拉雨，我觉得吉拉雨也未必会起太大的戒心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我的推测而已，我并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不让人家回国。但现在实在让我想不通的是，他为什么要杀吉拉雨？就像德说的，一个堂堂的昆虫学教授，为什么要杀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吉拉雨？就是啊，我就是这么想。这航班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像是哎。来了，来，麻烦让一让啊，麻烦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哎，来了，哎呦我，怎么了这是？那卫生纸又打折了？景天。哎，唐教授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回国。我是山江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。这次0919号农药的专利通过呢，意味着您发现的昆虫干状病毒。欢迎你，山江人民欢迎你啊！又见面了。这个方向呢，我们搞了接近7年了。整个研发过程的转折点，应该是我到了泰国以后。啊，那咱走吧，咱车上说。啊，走吧，给我。泰国的生物多样性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纵深。你们都知道。对于我们搞细胞重组工程的人，昆虫的分类越多，我们占有的昆虫细胞系的样本也就越多。谢谢大家。唐教授，请问佳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期工程什么时候开始投产呢？恭喜周总，恭喜唐首席科学家，恭喜佳农。金枝，挺巧啊。一点也不巧，我是故意来凑热闹的。你说你这么堂堂一个昆虫核心期刊的大主编，请你热闹还来不及呢，满满凑热闹啊！啊，对了，邀请函收到了吗？没。不对呀，我给你问问。不用了，我就当你现在邀请我了呀。你说的对，这么热闹的事情啊，怎么能少了我呢？真是，世事难料。因为这师徒两人同样是出趟国回来，一个是荣归故里，整了一个几个亿大项目，名利双收，直达人生巅峰。那另一个呢，横死在异国他乡，小命弄没了吧，这还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你说你到哪儿说理去？我是山江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。这次0919号农药的专利通过呢，意味着您发现的昆虫干状病毒重组实验方法呢，已经获得国家的正式承认。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整个研发的过程吗？根据宋教授的发现制造的生物杀虫剂，可以完成在灵翅目之间的快速复制，而且不会伤害哺乳动物，既有效又安全。可是这样下去的话，全世界的蝴蝶，就各式各样美丽的蝴蝶，我们就都再也看不见了。收了啊，舌头也收了。中国话忘了？没有，
没有，你从刚才上车到现在，你跟我一句话都没有。你一看你在那边就不想我。嗯，这个是真的。你行啊，你真行，你回来就气我啊你。那你想金玲吗？废话，当然想了。你想你不给人发个信息报个平安，你从这下飞机多长时间了你？哎呦，我这一天天啊操不完的心呢，我这是。啊，对了，你这回来打算住哪儿啊？住师兄家，嗯，顺便可以帮他们处理师兄的后事，然后可以陪陪他们。行，那你有啥需要帮忙的啊？你就随时招呼哥几个，啊。嗯。哎，如队，啊，人接上了，小唐那个送那个刘小雨父母先回去。好嘞，行，那一会儿见啊。这个如队是谁啊？别问了，现场给你介绍。怎么样？啊，也是丽蝇科丝光绿蝇的幼虫，在双目镜的观察下，后气门为3裂，应为3领幼虫。你找到了几条？30条。我把平均长度 x1带入回归方程式，得到的死亡时间范围应该是 k1等于2.0880加0.08014。不用算了，你的情况和我的一样，几10个小时而已。空欢喜一场。这些蛆虫，只不过是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偶然被风刮到尸体里面而已。可是咱们实验室没有风源啊。空调、呼吸、挥动衣袖、放屁、来回走动都有可能。我还是觉得很有可能是皮下软组织的腐败气息吸引了它们产卵。那又怎么样？对15年前的案件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看算了，让瓦拉里洛赶紧把它搬走，省得在这里天天嘲笑我们。要不再等等。不管怎么样，它总归在这个世界上活过、存在过，只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破译它留下的信息而已。随你，马上继续。我不同意你这个泰国警察朋友的推测。唐教授刚那场面咱都看见了，几个亿的项目，公司首席科学家，这不是人生巅峰吗？你说他这时候杀人，他什么动机呀？脑抽？这不自我毁灭吗？这不是？是。但我同样认为师兄不会杀人，他也有大好前程。是。但是这作案手段、作案工具，哎，有明摆着像是他干的。尤其是头天作案，他没有作案。假设嘛，假设他头天作案，第2天就出车祸了，难不成是被灭口了？哎，那个肇事司机查了吗？初步查了啊，他和师兄之间没有关系，就像唐教授和我们房东之间一样。这事儿确实挺邪门的。行了，咱快到地方了啊！你还是先帮咱看看这眼巴前的事儿吧。昨天我跟闺蜜聚会，然后聊得高兴，晚上就住在她家了。今天中午才回来。
我整个一上午都没有联系到他。我本来以为他可能和平时一样，只是睡到中午才起来。但我回来也发现，他人也联系不上，手机也联系不上，几个常去的地方都找不到人。后来我就问了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说，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昨天晚上去帐篷里面查看蜂巢。他平时每天晚上都会去的，所以没有人会在意。结果那就是大家最后一次见他了。我今天就是不经意的走过去帐篷那边看了一眼，然后我就发现我先生死得太惨了。对不起。走。如队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如队。陈队呢去部里参加刑侦业务培训，现在由如队来分管我们。这是谭景天，大名鼎鼎的谭景天。不用介绍，久闻大名啊。如队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一下飞机就来干活。本来呢，他们俩是去接你的，这没想到出现点状况，就只能把你接到这儿来啊。没关系，跟他不用客气，咱兄弟。是这样的啊，2个小时之前呢接到报案，咱们市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叫林维峰，被蜜蜂给蛰死了，现场在前面。雕塑家被蜜蜂蛰死的。对，对了，所以才把你接到这儿了。不是，请条身份还在走程序呢啊，还在走什么程序啊？你公安专家顾问身份得重新申请一下，很快啊。哦，哟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景天，我们要是这么做的话，就有点强人所难了。你要是不愿意进现场呢，不愿意介入这个案子，我们也理解啊。哎，如队，跟他真的不用客气啊，他这倒霉体质不但没好，反倒严重了，已经冲出国门，影响到国外了。你别出啊！啊，他在泰国的房东、合租的师兄全都出事了，但我相信景天没问题。那这样，我们真有点不合适了，景天，对不住。这样，叫送景天回去休息。啊，没关系，如队。我觉得小肖哥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就破罐子破摔吧。你别听他的，他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你能，你能，我能，我肯定能。不是景天，如队，申请批了。那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就带我进去吧。谢谢啊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你别问我什么时候到的，反正比你快啊。他来劲了是吧？别，哥，错了，工作。这是林维峰房，也是他的工作室，算是一个艺术风场，同时呢也经营民宿，啊，是山江市这几年一个网红打卡地。你看那个，还有那边那些，都是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啊。哦，内容倒是没有什么稀罕的，就是材质特殊，是蜂蜜铸成的蜂巢。看这个，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，还不便宜呢，几万一个。几万，真是有钱烧的啊！怎么样？从干文来看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昨天夜里的12点到2点之间。目前身上多是蜜蜂的蛰痕，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外力伤口。喉头有水肿迹象，身体因为挣扎也扭曲得格外严重。我们初步判断是过量蜂毒引发的中毒窒息而死，具体情况还得我们带回去进行解剖之后再看。是第一现场吗？根据现场的脚印和尸体挣扎的痕迹来看，应该是。那这么多蜜蜂，它怎么没有带防护网啊？这被蜜蜂蛰死的死相怎么这么惨啊？景天，哎，景天，景天！看看他干嘛？这能行啊？是不是蛰上了？好像是。
你干啥呢？疯了？不要命了？你忘了上次咱俩差点被蜜蜂给蛰死？上回是胡蜂，这回是蜜蜂，被蛰成那样都不长记性，白蛰了。滚！汤凯哥说的没错，此蜂非彼蜂。你们看，吻部长，腹部也长，腹板几丁质，颜色鲜明。再看这里，第2至第4腹节背板前部有一条黄色环带。我们看有啥用啊？你想说啥赶紧的。这种蜜蜂叫意大利蜂，原产自亚平宁半岛。拉丁名字我就不跟你们说了。这种蜜蜂性格非常温顺，分泌王浆能力也非常强，所以也是全球范围内人工饲养的主要经济蜂种，基本上已经没有野外蜂群了。一般来说呢，只要不是在流蜜初期、流蜜末期，或者是过多的故意碾碎死去的蜜蜂，这种蜜蜂不会攻击饲养者的。按照如队所说的，这位雕塑家通过饲养蜜蜂来创作蜂巢雕塑已经很多年了，所以我觉得他对蜜蜂的习性应该非常的熟悉。明白了，所以他才没有带防护网。我是看这个蜂箱都好好的呀，也没有破坏的痕迹。所以这些蜜蜂不会轻易蛰人，即便是蛰，也只会蛰疼你而已。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怎么可能会被蛰死呢？更不会蛰长期饲养它们的人。有点意思了。不是，哎，小宁，你有什么你跟我们好好说呀，我们又不是不相信你。你刚折腾他，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你都养成这样了。如队，这位是林蜜蜂的爱人，是他报的案。警官，我先生平时经常跟这位先生刚才一样跟蜜蜂在一起，但是每次都没事儿的。2周前他虽然被蜜蜂蛰了一次，但也没事儿。不知道怎么这次……哎，等一下，女士，您说您先生2周前被蛰过一次？对，就是上个月20号。确定吗？确定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一天我们在拍婚纱照，拍单人照的时候，我先生就提议像您刚才那样跟蜂群一起拍一张，但是在拍的时候就被蛰了。当时没有什么大碍，我们去医院简单处理了一下就好了。这就对了。怎么对了？等一下，如队，我想让小肖哥帮我个忙。啥忙？你带我转一圈，我怕破坏痕迹。看来要出活了。说，走不走？我还不敢确定，就是先随便逛。那边。好。刚结婚的。对，1周前刚登记，酒席都还没有来得及办。挺可惜的。再去这个看看。啊，好。让你脚底下，上这儿呢。哎，你看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？这块绿布就是问题。绿布就是问题。洪小姐，请问您先生是色盲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请问他是红绿色盲吗？好像是，他跟我说过。那就对了。怎么就又对了？赶紧接锅吧。我也只是推测啊。刚才大家也看见了，也都听到了。无论是我还是死者，在此之前与蜜蜂接触的时候，顶多是被蛰伤，根本就不会致死。可为什么这次死者就死了，而且死的还这么惨？问你啊。考虑到死者2周前被蜜蜂蛰过，没什么问题，而这次死的就这么惨，所以我怀疑死者身上很可能发生了医学上最典型的 I 型超敏反应。什么反应 ？I 型超敏反应。没错，简单来说，它的发生机制分为致敏阶段与发敏阶段，2个阶段之间通常不会超过20天，
所以当死者第一次被蛰，蜂毒作为抗原使他致敏，而这一次当死者再次遇到相同抗原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超敏现象。超敏反应发病迅速，最快也就几分钟的时间而已，而且后果会非常严重。所以这就是当唐凯哥看到尸体的时候，会觉得被蜜蜂蛰死的死相为什么会这么惨。就是说不能短时间之内被蜜蜂蛰2次。也不是，不只是被蜜蜂蛰，对于他们这种体质的人来说，任何一种物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超敏反应。只要提前在他们身体里注入不常有的物质，比如说注入一些氮氢，当时是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给他们再次注入相同的氮氢，就会因为超敏反应而危及生命。但是这也只是我的推测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小伙子。刘队，我们回去以后找相关的专家一起检查尸体。不是，那这绿布说明啥呀？说明死者的死可能不是意外，而是一场蓄意谋杀。谋杀？刚才我和小肖哥就转了一圈，发现其他帐篷里的照明灯都是用红布照着的，只有这个最大的帐篷，也就是死亡现场的帐篷里的照明灯是用这块绿布照着的。啊？什么时候变成绿色的了呀？所有帐篷的灯都是用红布照着的呀。所以这才是问题啊！哎，你快点说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对于养蜂的人来说，为了防止盗蜂或者查蜂的时候影响蜂王交尾，所以必须在晚上的时候开箱查看，而且饲喂蜜蜂也必须是在晚上。为了防止惊扰蜜蜂，夜晚的照明工具需要用红布照着，这是因为所有的蜜蜂都是红色盲，再加上它们复眼的结构，所以夜晚的红色光对于它们来说就是黑色的。养蜂人夜晚用红布遮挡灯光，这样不仅可以开箱工作，更是为了防止惊扰蜜蜂。但是你们想，如果这块红色的布被换成绿色的，那会怎么样？死者一开灯，蜜蜂就会因为突然出现的灯光而狂躁。明白了，如果他是红绿色盲，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发现里面的红布被换成了绿布，开灯之后，他也没有发现灯光的颜色变化。所以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怀疑死者是被谋杀的。因为照明灯的红布被换成了绿布。没错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警官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。我先生他，接着给空姐做笔录啊。小肖，咱们送景天走。景天，怎么样？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今天因为都是真的。谢谢你了啊。回去呢好好休息，我们有什么需要的话会跟你联系的。嗯。基本上可以给凶手来画像。大家分头干活吧。啊，是。哇，这么多，看来很有收获嘛。是啊，这个吉拉语还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他到曼谷来的这几年，看着好像清心寡欲，还吃斋念佛的。可他当年呢，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，人长得也还算帅气，并且他在台北那一带画昆虫水粉画还有点小名气。哎，可是坑骗了不少无辜的女孩子。尤其是他当老师的时候，那些涉世未深的女学生，哼，还真是一个
标准的人渣。哼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啊，替我跟外调的那些兄弟们说声辛苦。好，警长，我还以为你去机场送人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跟我说吉拉屿这边有新的情况，我还真的就去送了。警长，我感觉这些人都不会再回来了。要真是这样，怎么办？喂，喂，我刚忙完，你干嘛呢？你去看文白哥了？你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我这边也挺好的。我明天准备去看一下文慧阿姨。好。那我们晚上聊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我都看过了，看了很多遍，他不管去哪儿，都始终是一个人。素攀是不是有点正派过头了？一个男朋友都没谈过。很有可能啊，你之前还笑话我，那警长你呢？因为他身上一个丑丑的纹身就能说明他恋爱了？这一点我敢肯定，他肯定谈恋爱了。如果他真的恋爱了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连一顿饭都没有一起吃过，也没有一起看过电影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也可能她男朋友没时间陪她。很有可能哦。那叫什么谈恋爱啊？素攀房间里那些纹身照片比对的怎么样了？警长，已经比对出1/5了。目前照片上这些人都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。景天到了。对啊。你怎么知道？看你的表情，猜到了。警长，有新情况。走，谢谢啊。还真有点面熟。警长，您见过他的照片？他就是撞死刘的肇事司机，问人。他和吉拉屿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这样，我们排查时了解到，吉拉屿6年前离开素可泰府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一个叫缇娜的女孩子，她自杀了。这个缇娜是他的学生，跟他学画的过程中，两人走到了一起。但是吉拉屿生性放荡。同时与多个女人交往，还把魔爪伸向了很多跟他学画的女学生，
缇娜只是他的猎物之一。后来，缇娜发现吉拉宇他真实的面目，缇娜知道自己被骗了，就自杀了。难道这个缇娜就是问人的女儿？嗯，这么巧。把问人的资料给我，在这里。问人是吉拉宇所在学校的计算机系的老师。女儿自杀后，他伤心欲绝，在生活上也一蹶不振，然后就离职了，离开了学校。5年前，他从素可泰府来到了曼谷，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，没有固定职业。吉拉宇死的那天，他在哪里？他一整晚都在那个梅南夜市给老板帮忙。他经常在那一带打零工，当晚能给他作证的人有很多。这么巧？难道说刘小雨的死不是简单的交通意外？那问人应该撞死吉拉宇才对啊。但是现在，问人撞死的人，并不是吉拉宇，而是吉拉宇的房客，而且还是一个中国人。也可能就这么巧呢。那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？要不我们干脆把问人抓来问问。那就抓起来吧。明白。明白。你有个女儿叫缇娜是吗？说。是。你认识吉拉宇吗？认识。你知道他在哪吗？不知道。他死了。他死了？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，他终于死了，他终于死了。你不关心他是怎么死的吗？对，他怎么死的？是谁杀死的？是被毒蚂蚁咬死的。咬得好，咬得好，他死得越惨越好，越惨越好。用毒蚂蚁咬死他的人，就是你开车撞死的人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巧？你问我。还是我问你，怎么会这样？警官，能不能让我当面向他家人道歉呀？你们帮我说也行，替我向他家人道歉。我对不起他们，那是一场意外，只是一场意外啊！其实，你应该感谢他。是他帮你女儿报了仇。没错，我应该感谢他。是他帮我和缇娜报了仇。你们可以让我跟他家人见个面吗？通个话也行。我想亲自跟他们说对不起，我要跟他们道歉，我要感谢他帮我和缇娜报了仇。或者。我先感谢，后道歉。不，还是要先道歉，后感谢。他可是杀吉拉宇的凶手。吉拉宇就该杀，他难道不该杀吗？他毁了我女儿，毁了我，毁了我们一家。
你们知道吗？我女儿死的时候才16岁，才16岁，她就这样死了。我想在我眼前把她杀了，我恨不得我亲手杀了她，我亲手杀了她才解恨，亲手杀了她才解恨的。看来这个问人没什么问题。我还以为他不会承认认识吉拉宇，结果他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，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吉拉宇死了。太巧了，这实在是太巧了。也有可能就是这么巧呢。再说，如果他知道是刘小雨杀了吉拉宇，他应该感谢刘小雨才对啊，总不会把他给撞死吧？还是太巧了，真的太巧了。警长，我们在问人的手机里发现了这个。他手机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竟然敢杀！金玲，哎，我先出去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哇，你今天好帅啊！会吗？真的很帅。谢了，再见。拜拜。